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摆渡。马太效应的名字来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从前一个国王要出门远行，临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1锭银子，嘱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1锭银子，我已经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说：主人，你给我的1锭银子，我已经赚了5锭。于是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1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帕里，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3个仆人的1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反映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大者恒大，赢家通吃。在学校里，综合评定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独占了保送清华的机会。在职场里，业绩突出的员工或部门占据了最好的资源，享受特殊福利。在 App 应用市场，前1%的公司占据了70%的下载量和94%的收入，剩余99%的公司只能争夺那30%的下载量和6%的收入。在风险投资市场上，几乎所有20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都投给了细分市场的前2名。它清晰地告诉我们，由于占有资源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强者永远处于强势而有利的位置，最终形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社会不均衡结果。就像是已经诞生近300年的股市，最赚钱的总是主力庄家，最赔钱的总是散户。最后通过种种掠夺，普通大众的金钱就会通过各种形式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马太效应的解释，富人越来越富有，而穷人则越来越贫穷。全球也是依照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在发展。荷兰社会学家托马斯·皮卡蒂对马太效应科学研究了60年，在过去60年里，最穷的60%的美国人收益提升不到1%，而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益却提高了400%。月薪几千的人累死累活工作中，一年到头来工资提升的幅度很难超过5000块。而这些千万富翁年末的时候看自己的储蓄卡，忽然发现又多了100万。富翁们的财富就像坐了火箭一般，以可怕的速率在高涨。而平常人即便24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也跟不上他们财富提升的速率。平常人被深陷在衣食住行、住房贷款、购车贷款、孩子教育支出、交通出行费等等，他们的财富总是被连续不断的耗费，两者差距不断被拉大，贫穷无形间被继承，强者总是会越强，弱者反而更弱。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效应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必然呢？我们来看看故事中的3个仆人，却悲哀地发现，其实他们的起点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得到的原始资本都是1锭银子，而最后有了巨大的分野。这里至少有2点是关键的：第一，守和不守的区别；1锭银子是否拿出来做生意，这是思维决定出路。第二点，大胜与小胜的区别，分别赚到了10锭和5锭，这是能力决定高度。这2大区别其实最后都反映在一点上，最终资源分配的区别及获得的奖。但值得注意的是，第2点外界因素的影响是建立在第1点结果的基础上，而第1点的结果又取决于自身的因素。之所以开始时自身因素的1点小差异导致了后来的大差异，再后来差异进一步放大，连锁传导，才使得马太效应产生了。事实上，马太效应使成功有倍增效应，你越成功，你就会越自信，越自信就会使你越容易成功。成功像无影灯一样，不会给人心灵上投下阴影，反而会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产生良好的情绪体验，成为不断进取的加油站。而与此相反，失败会使人灰心丧气，离成功越来越远。因为一个人遇到一次挫折和失败，马上就会受到上司的轻视、朋友的疏远和亲人的责怪，使得他的自信荡然无存，产生破罐破摔的心态，放任自己，产生恶性循环。要想翻身，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任何个体、群体和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如何积极地使用马太效应呢？星河觉得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1. 思维决定出路，培养自己的富人思维。此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讲述的是一辆价值1000万的迈巴赫在行驶过程中不小心撞上了一辆价值800多万的劳斯莱斯，然而双方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互递名片，结为了朋友。
与之相对的一个视频讲述的是一辆长城撞上了一辆50宏光，而双方车主竟为此大打出手，导致交通一片混乱。对待矛盾，成功人士往往能够和气生财，即便是身处矛盾中，也在寻求自己受益的可能，而平常人多是采用强盗性逻辑，认为谁在本能上占优势，谁就是强者。总之认为在气势上压倒别人，就是自己受益。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其实贫穷限制的不仅仅是想象，还有思维和眼光等等。我们看到的是眼前，而他们却能想到未来。在飞机上，头等舱的旅客往往是在看书，公务舱的旅客大多用笔记本办公，经济舱的旅客则是看电影、聊天、睡觉的较多。是人的位置影响了行为，还是行为影响了位置呢？我们多数人在下班的时间是看电视、看小说、玩游戏，而富人的思维则是看书、学习、提升自己。那些比你优秀的人竟然比你还要努力，还有什么理由不提升自己呢？所以需要培养自己的富人思维，逐渐让富人思维代替穷人思维，在思想中大者恒大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习惯，不断提升自己。2. 能力决定高度，专注做你擅长的事情。曾有一个叫奥托·瓦拉赫的人，中学时父母劝他选择文学之路，可一学期下来，老师给他的评语竟是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拘泥，这样的人即便有着完美的品德，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无奈他又改学油画，但这次得到的评语更令人难以接受，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面对如此笨拙的学生，大多数老师认为他已成才无望，只有化学老师觉得他做事一丝不苟，这是做好化学实验应有的品格，建议他试学化学。谁料瓦拉赫的智慧火花一下被点燃了，并最终成了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这就是人们广为流传的瓦拉赫效应。成功要懂得经营自己的长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用的，只要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选对舞台，你也是可造之才。每个人在出生时都被赋予了一项礼物，一个特别的优势和才能，而我们的任务便是去发现、培养及善用它。平常人交于富人而言总是带宽不足，富人在生活当中，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少，但是却很轻，每件事都很重要，每件事都有着共同点，那就是为自己带来利益。而平常人的生活则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事件，生活里的大部分精力已经被分散开了。当我们拒绝掉大多的低价值的事情后，就有了更充沛的资源来面对 20% 的有意义、高价值的事情。持续让这部分事情大者恒大，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会比别人走得更快，走得更远。3. 明确目标，采取行动。古典在《拆掉思维里的墙》里面有一段对于成功的定义，这是我听过对于成功最好的解释。从词源来说， success 这个词来自中古英语 succeed， 前面是拉丁文前缀 suc， 代表靠近、接近，后面的一个代表走的词根cess， 所以 success 成功这个词的本意不像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样有钱超过别人或者最终达成一件事，成功的真正本意应该是越走越近。当然你可以给自己的成功做个定义，可以是100万，可以是 CEO， 可以是快乐本身，但最重要的是，当你定义好自己的成功之后，先写下能让你一步步接近目标的行动步骤，然后立刻采取行动，而且每天都要坚持去做。小狗钱钱里有个72小时规定，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在72小时之内完成，否则你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做了。曾经也有人问过一个富人，你觉得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回答道，富人永远是做，而穷人永远是想。开头的仆人，第3个与前2个的区别也在于做与不做，只有做了才有成功的可能性，不做资源只会越来越少。10000句漂漂亮亮的话，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